神农大帝的传说及由来。神农氏，又称烈山氏、连山氏、睽睽氏，神农大帝，别称五谷王、药王大帝、五谷先帝、五谷大帝、开天炎帝、药王、五谷先帝。神农氏，先农，先帝也，药先，田祖，肃母王，二谷王肃王，药皇。神农大帝即上古时候的炎帝神农氏，是神话中的一个帝王。根据传说，盘古开天辟地之后，有天、地、人三皇，也就是燧人、伏羲、神农三皇。神农氏发明耒耜，教民种植五谷的方法，并且树立氏禅的规模，互通货财。所以神农大帝是农民、粮商、医师、中医药商的守护神，更保佑农业丰收、人民健康。相传他亲尝百草，做成医药，让人民不再为疾病所痛苦，不再为缺乏药物而烦恼。因此人们建庙祈求五谷丰收、平平安安，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农业之神，并被视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祖先之一。他以发明农耕、医药及市场交易而闻名，被尊为三皇之一。神农之名取其神圣与农耕的结合，表达古人对他作为农业与健康守护者的敬仰。加上大帝之称，体现了他在信仰体系中的至高地位。神农信仰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，与农业文明的发展息息相关。他的形象常与自然和谐、万物共生的理念联系在一起。神农大帝的造型大多头角峥嵘，袒胸露臂，腰围树叶，赤手显足，居然而坐，手持稻穗或药草。相传神农以其智慧首创木质的耒耜，被认为是农业发明之始，并发现并分类了五谷，包括稻、麦、黍、粟和豆，并教导百姓如何耕种，开创了农耕文明。他被认为是农业的奠基者，促进了人类从游牧到定居的转变。另一重要传说是，神农为了解决百姓因疾病而苦的问题，亲自品尝各种草药，辨别其毒性与疗效。他因尝毒而多次中毒，传说他最终发现了茶叶，解毒而保存性命。据传神农相貌奇特，身长8尺7寸，牛首人身，身体是透明如水晶，五脏六腑清晰可见，长相十分怪异。神农氏出生后3日便能开口说话，5个月大就会爬行，7个月大长牙齿，3岁便知道农业的事。神农氏从小生性善良，不喜欢伤害、屠杀动物。大地一片蛮荒，神农引领百姓从渔猎生活进入农业生活，但是人类还是为生、老、病、死所苦。于是神农为了百姓的安危，开始踏遍3山5岳，历经艰险，采集天下异草，亲身尝遍百草。他亲尝百草，教导民众什么是可以吃的，什么是不能吃的。由于尝百草的过程难免会吃到有毒的植物，当他吃到有毒的药草时，神农大帝的身体便会呈现黑色。有一次神农尝到毒草时，正值头昏眼花、眼冒金光时，神农看到一种开着小白花的树，神农拾起了一片小嫩叶入口嚼食，嫩绿叶片一入肚中，竟然把身内巡查一遍似的，把各器官洗涤得清爽前净，药毒刹那而解。
神农就把此树叶称之茶，就是后人所说的茶。因此每次中毒时，他会自备茶来解毒，并一一记录下可以作为草药的植物。此外，他还教导人民制作农具，并亲自示范耕作，以教导人民播种五谷等农作物。从此农业兴旺，天下人民才不受饥饿的煎熬。但后来，神农见到一种开着小黄花的翠绿小草，当他把小草放在嘴里慢慢咬嚼，却感到肚子疼痛难耐。他还没来得及喝茶解毒，肠子就断了，全身泛黑而亡，为民牺牲。后人就把此种草称为断肠草。为了感念神农发现百草的功绩，后人将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代代流传，并把神农尊为药王，尊奉为神明。2.3 创市场，促进交易。神农不仅发明农业，还创立了早期的交易形式，集市。他倡导公平交易，让百姓通过交换获得生活所需，为经济活动的萌芽奠定基础。神农信仰从黄河流域传播至全国，许多地方建有神农庙，著名的有湖北随州的神农洞、湖南延陵的炎帝陵等。这些地点成为信徒朝拜的中心。在不同地区，神农信仰与当地风俗结合，例如江南地区将神农视为农田守护神，而在山区则尊崇其为药神。随着华人移民，神农信仰传播到东南亚、美国等地。神农大帝作为农业与医疗的象征，受到海外华人社群的尊崇。神农被视为农业的创始者，他的信仰代表了古代农耕文化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。神农的尝百草故事成为中医药学的象征，他的形象也体现了古人对健康生活的追求。神农与炎帝的身份交织，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团结的象征之一，尤其在祭祖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。清朝雍正时期，诏令各府州县则得设先农坛，以红至金字做先农之神位，年年由地方官率农民致祭。天子亦在京城举行祈农之祭，每年农历4月廿6是神农诞辰，各地举行祭祀活动，包括献五谷、焚香祈福等。活动庄严隆重，平时敬拜，鲜花3杯茶或酒、素果、生辰祝寿。平时敬拜的贡品再加上3牲、寿面、寿桃、红蛋。祭拜禁忌：祀奉时要注意不得用牛肉，因为神农大帝是教人民耕种的，且牛是帮人民耕种的动物。由于牛很辛苦帮他们耕种，因此以前的农人是不吃牛肉的，所以祭祀时千万不能用牛肉哟。在某些地区，神农庙还举行农耕比赛、草药展览等活动，以弘扬农业文明与中医文化。现代中医药学与农业科技常以神农为灵感来源，将其精神转化为实践动力。例如，中医药研究机构和农业展览会常以神农命名。神农信仰中的自然观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，特别是在可持续农业与环境保护领域。神农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，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。神农大帝的传说与信仰，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在农业、医药与经济活动中的智慧。它不仅是历史人物的象征，更是一种精神追求的具现化。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一环，它的传说与价值在现代依然具有重要的教育与启发意义。